在火车上睡觉的我，竟然被一个陌生男人盯上了。凌晨，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考虑到起身来去都比较方便，我买的是下层的卧铺。昏暗的车厢里此起彼伏响着呼噜声，我疲惫地躺在卧铺上刷着手机，伴随着车厢的晃动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。睡得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感觉一团黑色的东西似乎在向我靠近，他的视线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，这种黏腻的感觉让我非常不舒服。我想翻个身，却发现自己浑身都动弹不得，下意识以为自己是在鬼压床，因为之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一阵风呼地吹在了我的耳边，这风怎么是热的？我瞬间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望了眼周围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侧边的铺子上，一个大姐依旧在打着鼾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看了眼窗户外，天色依旧黑着。我拿起手机，没想到才4点多，好像做噩梦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我立刻窝在了床上，想睡个回笼觉。刚掏出手机，就发现有好多未读消息，都是来自一个名叫花开富贵的人。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这么一个好友，直到他的下一条消息发来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晚上睡觉别总踢被子，昨天晚上帮你盖了好几次，你的手和身上都是凉的呢。冷汗一下子打湿了我的后背，他的话瞬间让我鸡皮疙瘩爬满全身。昨天晚上，那不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吗？我点开了他的头像，照片应该就是本人，一个两眼无神、长相猥琐的中年大叔。可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男人见我许久不吱声，再次发了消息过来，这是一张我的照片，而照片里是我在火车卧铺上熟睡的样子。你睡得可真香。他的话让我像吞了苍蝇一般，脸色差到极致。想到我睡觉时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对我动手动脚，甚至用我的手机加了好友，我竟然丝毫不知情，顿时让我觉得毛骨悚然。你个变态，我要报警！男人看到我的消息，瞬间安静下来。等我再去指责他时，我已经被他先一步拉黑了。警察根据我提供的信息，很快锁定了他。他是跟我同车厢的乘客，承认了自己因为看到我独自上火车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地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再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了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怎么了，姨姨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。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
后来才知道，他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。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别碰我！”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2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！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“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：“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“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”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最近我总是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。最开始不对劲，是那天我半夜熟睡时，突然闻到一丝丝难闻的气息，忽远忽近，这味道就像是从一堆腐烂的垃圾桶中散发出来的，令人难以忍受。耳边也突然传来哒哒的声音，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。我不甚清醒的神智在这难闻的气味和不断的声音中逐渐复苏，但是我不敢睁眼，一股凉气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溢出，身上不可控制地开始冒出冷汗，身体也止不住地颤抖着，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床边有人在不停地徘徊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在这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下，
我竟不知为何又睡了过去。睁眼的时候已经天亮了，仿佛昨夜都是一场梦境，但那感觉太真实了。直到我发现家里的苹果无缘无故的多了一个缺口，就像是被人咬过一样。可我记得我晚上并没有吃水果，不管是疑神疑鬼，还是出于安全考虑，我还是在家里装了个摄像头。这天和往常一样，我很投入地玩着游戏。然而我突然被一条手机推送打断，是监控的提示消息，识别到人列，有人正在移动。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窖，从头冷到脚，因为我甚至听到了外面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。我颤抖地点开了客厅的实时监控，由于关了灯的缘故，监控上呈现出黑白的影像，模糊不清。然而那红色的线框就框在客厅的茶几边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歪着脑袋对着摄像头，那个身形很是奇怪，竟然和沙发一样高。我吓得抱紧了被子，心里凉飕飕的。我不确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只能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门边，把门悄悄地锁了起来。我甚至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发短信报了警，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快点到。我死死盯着手机上的屏幕，只见那个人影正缓缓地向我的卧室走来。我捂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门上的把手被轻轻地转动着，咯噔咯噔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。他似乎发现我的门推不开，此时我的心跳也到了极点。你是谁？我报警了，你要干嘛？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出声呵斥他。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了那个人的慌张，哒哒哒的脚步声，夺命般推开了家里的大门，逃了出去。我再次看向监控，确定安全之后，才打开门走到了客厅。不久后，警察便赶了过来，了解了事情原委后，便开始了调查。很快调取了物业的监控，让我辨认。我也终于看清了他的真实样貌，他竟然是个长相丑陋的矮人，脸上有一条如蜈蚣般的红色疤痕，他的鼻梁塌陷，一双小眼睛深陷在脸上。光看着他的长相，我的身上就长了很多鸡皮疙瘩，并且早在几日前，他趁我搬快递的时候偷偷溜进了我家，从那之后再也没出去过。我竟然和他独处一室这么久。警察根据线索很快抓住了他，但这件事带给我的阴影却很大，我再也不敢一个人租房子住了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地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，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.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，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，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他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
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，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丫丫今天跟我说，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。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她迷路了，让我去找她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3号那天，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，看着冷清的街道，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。刚坐上车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。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，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。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，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。我看向了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，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。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：我喜欢你，
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，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：谁呀？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，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殊不知，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，却再一次收到短信：你必须做我女朋友，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什么鬼？这人有病吧？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：神经病。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，我也不再理会。放下手机，重新闭上眼睛假寐。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，不知为何，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我的电话又响了，幸好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语音电话。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，我不敢耽搁，赶紧按下接听键。小欧吗？今晚就辛苦一下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。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，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。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，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，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。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，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。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，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。下一秒，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，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。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，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。打开朋友圈，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，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。此刻再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，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，是真够悲催的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到了家楼下。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。我拿出手机照亮，一路走到电梯前，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，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不会是跳闸了吧？我心里1万只羊驼呼啸而过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走楼梯了。爬到8楼，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。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，我咽了口水，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，赶紧掏出家门钥匙。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。霎时间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，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。就这样，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，把我的嘴堵住，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。我用尽全力挣扎，妄想能摆脱魔爪，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，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，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，撞到了后脑勺。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，奈何漆黑的环境下，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，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，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。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。我按着太阳穴，头有点痛。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。天果然在下暴雨，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，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，跟梦里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。似曾相识的情景，瞬间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汗毛直立。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倾盆大雨似乎在向我证明着什么。然而还没等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就接到了老板通知熬夜改方案的电话。然后就是我顺其自然地打电话给同事，让他下班顺便帮我带一下电脑。此时发生的一切竟然奇迹般和我的梦境完全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不回信息。对于这种变态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。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，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：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晕车啊？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我看向他，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。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，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在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。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与此同时，和梦境里一样，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，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，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。
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，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。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，两眼直冒金星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。房门被打开的刹那，手机再次响起，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，结果看到消息，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。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会杀了你哦。是那个变态。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。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。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，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。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，微微颤抖着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。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。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。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，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，都是真的。果然，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，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，车窗外的倾盆大雨，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，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。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。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，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。我看向了司机师傅，张了张嘴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师傅，您能送我上楼吗？我可以给您加钱。听闻此言，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。这一次，他终于下车，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。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，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。这次，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，家里也断电了。我锁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。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，谁？我颤抖着问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稍微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。谁？我颤抖着声音问。是我，赵宇，电脑给你送过来了。听到同事的声音，我缓缓放下戒备，打开了房门。透过门缝，我看清了赵宇的脸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家里断电了，我无奈地说。我去看看。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，不久家里的灯亮了，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。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，我想着一个人害怕，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赵宇问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手机震动了起来。这个男的是谁？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？我瞬间崩溃，泪水控制不住。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，有个男的想杀我。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，看了短信内容，赵宇安抚我。你打过这个电话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拿过我的手机，拨了过去，片刻后皱眉。打不通。我要不要报警啊？赵宇帮我分析。你现在没出事儿，没有证据，估计没法立案。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。短信又亮了。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？外面轰隆一声，灯再次灭了，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赵宇打开了电筒。是不是又跳闸了？我出去看看。我立刻拉住他，让他不要出去。不要紧的，我去看一眼就回来。说完，他打着电筒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随后把门合上。我贴着门，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。突然一阵哐当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，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，我吓得往后退缩。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：“不救他，他肯定会死的。”我打开一个门缝，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，我将他拽进屋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，血鼓鼓地往外流。我胡乱地用毛巾帮他按住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临死前，赵宇抓紧我的手，他睁大着瞳孔，停止了呼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也漏了好几拍，随后才想到报警。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，我停下了。赵宇是因我而死的，如果我重来一次，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捏紧门把手，如果还得死一次，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。我颤抖着手，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，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，愣怔在原地，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，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：是你！我的心突然好痛。再次醒来后，看着窗外的雨，我泪流满面，心却无比平静。
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是我的前夫宋文杰。我们结婚后，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还不求上进。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，我在外拼命的工作，但每次加班回家后，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，吵了很多次架，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，否则他就会发飙。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？宋文杰为了监视我，还监听了我的手机。有一次我去谈业务，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，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。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，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：“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不小心这么做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”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，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，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。但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还是找来了。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：“宋文杰，我在家里等你。”捏紧了手机，我决定赌一把。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，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，也没有让赵宇过来。在楼下的时候，我发出了一条短信，随后回家，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咬了咬唇，尽量平静地说道：“宋文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？”“不可能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，你逃不掉的。”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。宋文杰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。“你怎么能不爱我？你必须爱我，你只属于我。”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。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。我瞄了眼时间，差不多了。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，一声闷响后，他并没有倒下，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，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：“哪怕是死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”我没有躲弹，微微偏过了身子。恍惚间，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：“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”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病房里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。我知道自己赌对了。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看到我醒了，红了眼眶：“丫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？得亏没有刺中要害。”她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宋文杰已经被抓了，你别害怕，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。”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。如果你高考考了725分，你会不会欣喜若狂？身边人都说我祖坟炸了，但我却如坠冰窖，因为高考那2天，我根本没有进入考场。那坐在考场里的那个人是谁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份牛逼到炸裂的分数有多扯淡。从高考开始，我连考场的门都没迈进去一步，整整2天，我这个父母眼里的好孩子，老师心里的优等生，做了18年来最大的叛逆，躲在网吧里酣畅淋漓地打了2天游戏。我忽然觉得细思极恐，我2天缺考，考场有好几个同班同学，要是发现我弃考，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班主任老秦，除非压根没有人发现我弃考，或者说我一直都在考场里跟其他同学一起考完了所有科目。但这怎么可能？我马上给同一个考场的同学打了电话，故意问他考得怎么样，在考场发挥的如何。他先是一阵长吁短叹，随后恶狠狠地说这都是我的错，因为我每场都早早地答完题，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掌在颤抖，我去考场了。想得脑壳疼，我干脆不想了，躺倒在床上。原本我已经做好了被爸妈重拳出击的准备，因为18年来我忍得太久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就是爸妈的提线木偶，我不能发表意见，一旦我抗议，他们就会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我哪里不顺着我爸的意，拳打脚踢便是家常便饭。我妈说我爸没啥文化，可他是我爸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久而久之，面对他们，我只有沉默或者顺从。我更不敢说实话了，信不信是其次，我更怕我爸暴脾气上来。我打算将这件事当成自己的秘密，深深地埋在心底。可我没想到，现实将我从天堂拉入了地狱。次日早上，我看到书桌上的笔记本摊开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替你考这么高分，嘿嘿，很满意吧？作为回报，你必须听从我的话，否则我将关于你高考真相全部曝光。反抗你的父母吧，不要当一个唯命是从的木偶人，对你的父母说不。看着笔记本上熟悉又陌生的字迹，我惊出一身冷汗。是谁写下的这段文字？有人来我家了。但看到这段话，我的心忍不住砰的一跳。18年来，我何曾不想？我离家出走，被找回来，差点被打断腿。我试图想过自我了结，可笑的是，我怕死。饭桌上，我爸发话了，说要回老家大摆宴席，庆祝我考上大学。老家这2个字，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。我鼓起勇气，连声拒绝。我看着爸妈从满面荣光变成脸色不悦，我妈眉头微皱，说我不懂事，让我好好听话。我爸撸起了袖子，像是忍住怒气要对我动手。听话，永远都是让我听话。我压抑不住自己的内心，人生第一次朝我爸吼道：我说我不回，我这辈子都不回老家。我哥就是在老家被你们逼死的，你们还想逼死我吗？话音刚落，我重重挨了一巴掌。我妈红着眼看着我，眼神充满癫狂。不许提你哥，你没资格提他。这是我妈第2次打我，第1次是我哥死的时候，那次她下手特别重，把我拎回家，拿起木棍将我打得遍体鳞伤，边说边骂：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当时的我不明白，明明逼死我哥的人是他们，可他为什么恨我？后来我知道了，他跟我爸是同类人，无能狂怒是他们掩盖心虚的手段，但他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
我跟我哥是同卵双胞胎，俩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但有一点不同，他特别聪明，从小奖状拿了许多，所以被爸妈寄予厚望。但是他总跟我说他很累，他想休息。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说想陪我去河里抓鱼。那天他直接跳进了河里，让河水将自己冲走了。3天后，他的尸体被发现，我才知道他当时话里的含义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你哥，记住，你叫秦朗，你的弟弟秦天已经死了。我爸严厉地指着我，自此往后，我只能永远像我哥一样活着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间，随即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直到深夜，我肚子饿了才从房间出来，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。我没太在意，进厨房看了一眼，锅里妈妈做的菜已经凉了。我吃过后便回房间睡觉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爸妈被关在一个屋子里，屋子周围很暗，四面都是墙。我爸妈看到我那一刻，面上全是惊恐，继而战战兢兢地跟我说他们错了，让我放了他们。我很困惑，问他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。我爸情绪很激动，问我到底要把他们困到什么时候。突然，我爸妈看着我惊恐地往后退去，身后传来脚步声。我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我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，他朝我露出了一个瘆人的微笑。我顿时被惊醒，整个人被冷汗淋湿。可怕的一幕出现了，旁边书桌上的笔记本上再次自动显现出字来，上面写道：好久不见了，我亲爱的弟弟，爸妈已经消失了，这份见面礼你喜欢吗？我惊恐地扔掉了笔记本，上面的字迹我终于想起来了，这是我哥的笔记。我哥他回来了。